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蔡的田园。今天呢，我准备跟大家分享我田园里哪些蔬菜谢雪后还可以采收的。估计很多朋友的田园已经拉秧收拾好，准备过冬了。我也是一直忙个不停，但是多伦多上个星期呢，就突然下了第一场小雪。虽然下雪不大，但是那场冬霜已经把我田园里那些来不及采收的佛手瓜都冻熟了，看叶子都塌下去了。还有这些番茄也惨不忍睹，本来还打算收回去让它自己变红的，现在都变成棕色的了。幸好我田园里还有几种能抵抗得住冬霜的蔬菜。第一种呢，我要隆重介绍的还是我的德国芥蓝。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估计对它不陌生了。在我这个秋冬种什么蔬菜的视频中，我具体的介绍了怎样种植它。那时刚好是9月16号种下的，快2个月了。在这2个月期间呢，它长得非常好。看看，这是10月份的，已经长这么大，有的快有巴掌大了。我已经采收过很多次，像这样，每颗呢选那片大的剪下来，然后呢让它继续长。再来让你看看另一颗的剪法，中间的菜心部分呢会不停地长出新叶。突然天气一变，就来到了11月份了。上个星期那场小雪呢，把德国芥蓝都盖过一层，上面还结了冰。把冰雪剥开呢，叶子依然很好的，没有被冻坏。听说下雪的那个夜里最冷的温度是-6度。看，雪一融化，它们又恢复正常了。德国芥蓝被霜冻过，比10月份那次采收的更甜。第二种我要介绍的也是 Kale 的一种，朋友告诉我也叫德国芥蓝，可是它的叶子跟前面我介绍的德国芥蓝很不同。看看，它的叶子是偏椭圆形的，像把小扇子。前面介绍的德国芥蓝叶子呢就偏长点。再来看看它们被霜冻的样子，摸上去有点僵硬，叶子呢好像也被冻熟了。不用担心，后面会有惊喜的。那天夜里真的很冷，外面装的水都结冰了。看看，这一片被冰雪压倒的德国芥蓝，接下来会是怎样的命运呢？看，是不是有点惊讶？它经过这场冬霜后呢，还是完好无缺，依然长得很茂盛、鲜嫩。两者的口感呢，都是冬霜后显得更活嫩好吃的。问了家里的人哪个口感更好，有不同的答案，可能也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同。不管怎样，这2种菜呢，为我冬天添加了不少的选择。看到视频的最后呢，我还会跟大家分享我怎样用这个德国芥蓝做个大人小孩都爱吃的菜。可能有朋友问，这些德国芥蓝是不是整个冬天一直吃到明年开春，不会冻死？这就要视乎你在哪个地区了。像多伦多的冬天有时会冷到-30度，这德国芥蓝是没法抵抗得住这么低温的。如果你的地区冬天没那么冷，可能冬天可以吃的时间比较长些。但是不用担心，像我这2种德国芥蓝已经长到这么老了，即使冬天已经把它们的叶子都冻死了，但是它的头和根都足够老，所以呢，即使我不用东西来盖它们，也能抵抗寒霜，顺利过冬。明年开春就不用播种，它们又会发芽长起来的。第3种抵抗得过这场冬霜的还有上海青。上海青最好还是8月中旬播种，因为它也是长凉的天气。如果你想像我这样11月份还有菜采收的话，这是最好的种植时间。这场冬霜后呢，当天的叶子都冻硬了，但是太阳一出来，它又恢复正常。上海青呢，春天也可以种，但是到后期长大了，也就是进入了夏天，
那时虫害更多，上海青就没长得那么好。我还有个视频介绍了怎样种植上海青，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点开说明区的链接看看。第4种呢是西洋菜，西洋菜也是长凉的天气，经过这场冬霜后呢，它们依然长得很好。你还记得我这几盆西洋菜吗？它们到现在呢还长得那么嫩绿。西洋菜在零下6度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呢，如果再低的温度呢，最好还是盖一下过冬，这样就比较有保障些。今天老蔡准备把那些长得高的西洋菜采收了，免得到时突然下大雪把它盖住了就没得吃。看来今天的收获还是不少啊。第5种，猜猜这是什么？让老蔡挖出来给你看看，是红萝卜。红萝卜在这冬霜的日子呢，依然很好。上面的苗是已经黄了，但是下面的红萝卜呢还是挺好的，没有被冻坏。这是6月份才买的种子种的，我们是用2个大盆种。今天呢，雪一融化马上挖，因为我们都没有怎么打理它，也没有施肥，没有虫害，就是适当的浇点水。想不到收获还不少。这一盆呢，我种的少点，有空间让它们长，所以呢，萝卜也长得大些。这是今天的收获，还是不错的。洗干净后还是挺满意的。接下来我就用这红萝卜和德国芥蓝做一个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菜。其实呢，也很简单。我把采收回来的德国芥蓝洗干净后就削下叶子，中间的梗呢就不要了，然后切碎待用。红萝卜也是削丝，加点蒜头粒。这边准备一份大约0.7磅的猪肉碎或者牛肉碎，加上调味料就把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呢把刚才准备的材料一起搅拌。最后做成圆球。还有呢，准备这个玉米粉，把这个肉丸在玉米粉上呢滚几下就可以了。滚完后是这样的，刚好呢就做成了8个，然后蒸15分钟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有菜有肉的健康肉丸。我那几种扛得住霜冬的蔬菜，还为我的餐桌带来不一样的食材。希望大家明年不要忘了也种上它们，这样你的菜园在初冬也还可以吃上新鲜的蔬菜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。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你的收看。